真神，再战一次！安王，我爹不是在与你们真神打，这样如何？我们签订一个停战协议，期限就为1年，1年内双方不得大战。不过小战倒是可以，比如我很仰慕真世界的天才少年，如果真世界的天才少年愿意来此与我切磋，我是很欢迎。你是想拖延时间，想让我们派人给你送经验？我代表真宇宙答应你的条件，以1年为期限。1年内，我们真宇宙与你们官选宇宙互不侵犯。不过，在这期间，我们真宇宙的天才与妖孽可以来向你挑战。可以。你就不怕我食言？我努力修炼，就是为了陪你们玩。但如果你们不讲武德，不讲信誉，那我也就只能摆烂了。你们去跟我爷爷、跟我姑姑他们玩吧。不用吓唬我，我真宇宙侥幸，1年就赢。我倒要看看1年的时间，你还能上天不成？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吧？还好。德兰家突然拿出尽管给他的小布袋，他看向叶关，轻声说：仙宝阁还是给你。给我与给你有什么区别吗？娘亲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她把仙宝阁给你，肯定有她的用意。好。按照婚约，我们本该早就成亲了的。成亲？成亲。成亲之后做什么呢？按照古老的流程，成亲之后是要入洞房的。其实不成亲也可以先入洞房的。这个虽然不太符合规矩，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怎么可以想这种事情？要不我们试试？我随时都可以的。你是不是没把我们2个当人？小家伙，去星空海不？星空海？是的，你父亲当年在那里留了2个小千纸鹤，不想去看看吗？这不太好吧？或许有好处呢。去看看，万一老爹给自己留了什么绝世好宝贝，那可就赚大了。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。好美啊！大爷，这就是我爹留下的小纸鹤吗？是的。我叶璇这一生，前半生太苦，曾几何时一直在想，若无青儿相伴，这活着似乎也没有太大意思。后半生为追逐青儿与老爹脚步，不断努力，想达到他们那般高度。可奈何我的敌人总是那么的强大，不叫青儿得死，叫青儿得成为靠山王。我自然是不想死的，于是世间多了一位靠山王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能活着的，能看到此信者，为我嫡系血脉之人。当你看到此信时，也意味着我叶璇的时代真正的结束了。虽有些许不舍，但也好，因为我再也不用那么累了。儿子，追逐巅峰时，也切莫忽略了身边人了，也不用那么累。最强的敌人，你爹我来帮你扛，就算老爹没有破身成功，老爹也要与你一起面对所有的一切。谁也别想以大欺小我儿，如果有，那就是我死了。前辈，你去过真宇宙？去过。你是武神吗？
是。可以好好发展一下。山顶葬着一位不屈大帝，此人来自1年前的不屈宇宙。他当年带着族人反抗宇宙之灵，并且最终成功。据记载，他是第一位以凡人之躯斩杀宇宙之灵的存在。而后在与真宇宙大战之中，一人斩杀上百位神帝，近10位宇宙神灵。最后真神亲自出手，实战失败于真神，不屈。第11战时，大彻大悟，更进一步，古化不屈骨，异化不灭意。然后呢？然后被真神镇杀，骨头碎成108块，意志被无限镇压，永世不得轮回转世。太爷，你扛得住真神的打不？你不要给我想这些有的没的，赶紧去修炼你的。妈的，这小王八蛋的一些想法真的是太危险了。不要分心，听我讲。好好好。这108块不屈骨，对于这世间的修士而言，就是无上之宝。得其一者，都可凭借成就地位，甚至是正道成神。正道成神？神帝吗？神帝之上是虚神，虚神是大道比主人创造的一种境界。达到虚神，就意味着凝聚了自己的神格。这种级别的强者仅次宇宙之灵。宇宙之灵很强吗？之前那阴神连我爹一招都没接下呢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没有，下次遇到阴神，你跟他打。去吧。上去就能得到不屈骨吧？听说是的，但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太爷，不屈大帝无疑是很厉害的，但还是没有打过真神，而我老爹却能和真神单挑，也就是说我爹比不屈大帝厉害，对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可以找我爹要点骨头吗？我不要多，就2根肋骨。我去，你千万别说这是我教你的，你太可怕了。妈的，这个小王八蛋太可怕了，感觉比他爹还可怕。他爹都没有过这种可怕的想法。其实你爷爷也很强。我爷爷？是的，你下次遇到他可以找他要2根肋骨，他应该会给你的。你要给他挖坑吗？切，这小王八蛋欠收拾。我劝你不要给他下套，因为你玩不过他，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。前辈，何为不灭意志？身可死，魂可消，骨可碎，但意不灭。因此即使不屈大帝战死已经上1年，但是他的这股意志却一直都存在。真神也不能灭了？能，但没有那个必要了。我懂了，意不灭，即使经历1年，那股意志依旧不可磨灭，即使是岁月都无法侵蚀。叶冠双眼缓缓闭了起来，在这些真正的强者面前，他才感觉到自己有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可笑。他这是要突破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他的道心又更上一层了。在真宇宙，道心分为3层，他现在是第2层，道心稳固。再往前一步就是道心圆满，而再往前一步，他便可入那凡境。以他的天赋与心性，要入凡境应该很快。哎呀，你也可以教他的，你教他武，我教他文，我们联手，未来必培养出一代无敌天骄。可以一战了？可以。此地属于宇宙边缘，无边无际，适合一战。等等，杨业，滚出来！我这儿子终于踏出那一步了。
你们二人不是经常求死吗？今日，那就死吧！剑来！不屈山，正在往上走的夜观突然停了下来，他掌心摊开，行道剑剧烈击颤着。太爷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如料不错，三剑打起来了。什么？他们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打起来呀？这打起来，真神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在真宇宙内，真神就是无敌的存在。人间剑主虽然也无敌，可是真神在真宇宙内，他有亿万宇宙生灵为根基。他若是召唤亿万生灵相助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这局势我也看不透了。那真神到底有多强？我只知道三剑在这个时候内战，那就会造成一个局面：真神杀不死人间剑主，而人间剑主也杀不了真神。即使他能杀，也不敢杀。不对，是不能杀。真神现在都还在镇压宇宙劫，他们两个的大战结局如何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接下来这小家伙要难了。完了呀，小塔还是有些慌了。小关子再也没有机会成为靠山帝了。太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，莫要多想。小家伙，要努力呀，真的，一定要努力。太爷，我会努力。这位兄台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自然是修炼的。在这里修炼需要感悟，慢慢往上走，走到头顶后，然后等待那不灭意志出现，如此反复淬炼自己意志。你这么玩，我们要被你玩死了。我已经感悟完了。感悟完了？你都感悟了些什么？能分享一下不？阁下可是来自真宇宙？我不是来自真宇宙，我来自万界之一的玄界。玄界？是的。你是观玄宇宙？观玄宇宙？怎么？目前为止，能够被称之为宇宙，并且被真宇宙认可的，就4个宇宙，一个是盘无宇宙，一个是宇宙边界之外的无间宇宙，还有一个博天宇宙，最后一个就是你们观玄宇宙。4个宇宙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还请兄台为我说说。目前而言，最大的宇宙自然是真宇宙，而真宇宙之下有4大宇宙，就是方才我说的那4大宇宙，而再之下便是万界与诸天。万界与诸天很多很多，没有人统计过，因此不知道到底有多少。而万界与诸天之中比较有名的是10大界与10大诸天，就是排名前10的10个界与10个诸天。宇宙那么少啊？不是宇宙少，是只有被真宇宙承认的才算是宇宙。就像你们观玄宇宙其实是很小的，甚至没有一些界大，但是你们观玄宇宙出了一个不得了的人，就是人间剑主。他当年带人杀入过真宇宙，一战成名，而之后真宇宙就不得不承认观玄宇宙为宇宙。目前为止，就观玄宇宙不用向真宇宙称臣纳贡。你应该不知道，因为你们观玄宇宙不用向真宇宙称臣纳贡，这别的世界都是要向真宇宙称臣纳贡的，不然真宇宙的大军一到，会荡平一切。据我所知，真宇宙不止一次攻打过你们观玄宇宙，但都被你们给守下来了。你们观玄宇宙厉害的。兄台怎么称呼啊？夜观。我叫连双，来自玄界的仙帝城。连兄，你在此地待了多久了？已有3年了。3年？叶兄，冒昧一问，你方才说有感悟？我的感悟很简单，就是这位不屈大帝前辈曾经是一位绝世无双的超级强者，他的意志历经1年而不磨灭。这种绝世人物肯定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，
更不会喜欢畏惧他的人。因此，我们面对这股意志，可敬但不可畏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打败这缕意志，而不是每日在山上胡思乱想。你为何要将自己的感悟与他们说？你就不怕他们抢了你的不屈骨吗？来这里者大多都是各界与诸天的顶级天才，我若能够与他们结一份善缘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虽然有老爹的人和爷爷的人在帮我撑着，但不可能永远靠他们。因此，我除了努力修炼之外，也应该多发展一下自己的人脉。今日在场有上百人，若能结交几位不错的朋友，哪怕就几位，也是值得的。哎呀，这小家伙与他爹还有他爷爷的性格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！今日听叶兄一席话，当真如醍醐灌顶。许多时候，方法若是错了，即使再努力，也是徒然的。连兄，我说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。大道3000，各有各的道，通往大道的路上，不止一条。叶兄所言极是，不过我要换个方法了。既然我们道相同，那何不一起呢？好，加我一个可好？加我一个可好？在下宗界宗族宗首，见过两位兄台。一起啊！两位若是不嫌弃，我愿与两位一同战这不灭意志。可还有人愿意加入我等吗？算我一个。好。若是走到山顶，这不屈骨如何分配啊？诸位，我们都还未成功，就讨论如何分配利益，是不是言之尚早啊？当务之急是先齐心协力，战着不灭战役。若是我们成功到了山顶，那时大家坐下来好好谈，若有分歧，少数服从多数。诸位觉得如何？众人相视一眼，纷纷点头，没有异议。既然诸位无异议，那便开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不屈骨。若能得不屈骨，哪怕仅仅是一根，都足以逆天改命。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！少年，你很不错，可愿要我这一身骸骨？叶兄，还不快叩头拜师？这是一份天大的机缘，只要有这不屈骨，你的实力至少能够提升100倍不止。前辈，我不想要这不屈骨。哦？为何？我已有无敌意，何须不屈骨？一股强大剑势突然自叶关体内席卷而出，那股剑势直接化作一柄异剑冲天而起，破苍穹。剑意得道，无敌剑。看着叶关那无敌剑意，不屈大帝愣了愣，下一刻他突然放声大笑起来。你既然有更高追求，我也不好再勉强你。前辈，我虽然没有叶兄那么妖孽，但我若得前辈传承，我必不辱没前辈威名。换骨之痛，你可能承受？能。看着眼前的汉宗，不屈大帝微微点头，这少年的毅力倒也还可以，再等下去也不一定有更好的人。既如此，那就这般吧。这少年换骨后实力超过你，你会不会……太爷，你也太小看我叶关了。我叶关不是那种见不得别人好的人，他若比我强，我努力加油便是。在我看来，见不得别人好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优秀的人，都是废物。你起来啊，师父！你今日能到此地，全靠这位叶公子。你年纪比他大一点儿，叫他一声大哥吧。众人愣住，叶关也愣住，年纪比自己大一点，叫自己大哥，不是什么鬼啊？师父，我的对，叫大哥吧。大哥，前辈，
您这是？叶小友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前辈说说看。这小家伙刚得到不屈骨，还需要至少1个月才能够彻底融合，因此我想让小友护他一程。前辈可否出手将暗中宵小斩杀？你所看到的我不过是一缕幻象，我的意志已经融入不屈骨内。意志不是意识。叶关知道这前辈是将自己的所有全部赠送给汉宗的。大哥，一声大哥，一世大哥。不屈骨，这么不屈的吗？既然你认我大哥，那我自当竭尽全力护你周全。叶小友，道路坎坷，祝你早日走到那大道巅峰处。前辈慢走。不屈大帝笑了笑，他抬头看了一眼诸天之上，眼中有着一抹留恋。这人世间其实挺好，可惜自己却再也看不到了，属于自己的时代也结束了。通知你族人。大哥，我族人半个时辰就到。我替你守半个时辰。大哥，若是我族人半个时辰赶不到可咋整？那我就不再是你大哥了，请叫我叶公子。谢谢。叶关看着天际，神色是凝重的。不屈骨，这不屈骨太珍贵，加上现在不屈大帝又已经消失不见，且汉宗与不屈骨又未完全融合，因此那些在暗中的强者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大哥，我姐。你姐很强？很漂亮。妈的，这家伙看起来憨厚老实，实则一点也不老实。这个时候你居然对我施展美人计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天际突然裂开，下一刻一道强大的气息席卷而来。真界强者，放弃不屈骨，可活。可否给我们时间考虑考虑？你若是想拖延时间，就直说。秒杀真境强者。见到这一幕，一旁连双三人满脸的难以置信。叶关抬头看向天际，神色平静，他知道暗中还有很多人。下一刻，一名黑衣男子走了出来。黑衣男子刚一走出来，叶关眉头便是皱了起来。这人什么境界？他是人仙境。人仙境，比我高10级，难怪能够硬扛我一剑。黑衣男子双眼微眯，心中震惊。眼前这少年比他低了10级，但却能够伤他，好恐怖的妖孽。而就在叶关认为他要动手时，黑衣男子却突然说：打扰了。见到黑衣男子直接遁走，叶关几人皆是愣住，怎么打着打着就跑了呀？不好，有更多的强者赶来。叶关看向汉宗，此时此刻汉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若是这个时候被打断，那就前功尽弃。就在这时，时空突然裂开，一名老者突然走了出来。大罗天宗办事，闲杂人等立即滚！天部，大罗天宗是汉族的死敌。汉族死敌？3息内，你若不滚，那就永远也别滚了。主母有交代，10阶以内少主党，10阶以上父母党。叶关沉默不语，他自然认识这黑衣人。这黑衣人就是他娘亲留给他的贴身护卫，一共有36人，个个手持连刃，神秘无比。至于是什么境界，他也不知道，反正很强。他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出手。那些大罗天宗的强者此刻则是已经惊呆在原地了，自家长老就这么被干掉了。就在这时，大罗天宗之中有人突然开口：撤！很快一众强者直接转身就跑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逃得很快，眨眼间一众大罗天宗强者便已经消失不见。叶兄，刚才那位黑衣前辈口中所说的少主是你吗？应该是吧。看来
叶兄身份应该是极为不简单的。三位身份应该也是极不简单，但这些重要吗？我们在此相识，大家性格又合得来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在意身份不身份？大家以兄弟相称即可。也是。就在这时，天地突然裂开，下一刻，一道道强大的气息涌了出来。见到这一幕，叶关眉头微微皱起，一柄剑出现在手中。叶兄，莫急，是汉族的。叶关有些诧异，这来得有点快呀。但转念一想，也正常。得知汉宗获得不屈骨，这汉族肯定会拼命赶来的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汉族黑衣老者突然出现在叶关几人面前。他看着叶关几人，目光阴冷。察觉到对方的敌意，叶关连忙笑着解释：“我们是汉宗的朋友。”立即离开此处。叶关微微一愣，然后再次解释说：“我们是汉宗的朋友，方才我们都在守护他。3息内若不撤走，莫怪老夫不客气。”方才到现在，是我们一直在守护汉宗，我们与他是朋友。确实如此。此事干系重大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只能暂时得罪了。住手！他们是我朋友。朋友？汉宗啊，你年轻，不知人心险恶。你现在获得不屈骨，他们接近你，与你称兄道弟，必有所谋啊！你这老头是吃屎长大的吗？放肆！你竟敢羞辱老夫！先让汉宗与不屈骨融合。就在这时，汉宗突然仰天怒吼，一瞬间，一股恐怖强大的气息自汉宗体内冲天而起，瞬息间，方圆数千丈内时空直接被震裂，成功了！汉宗终于和不屈骨融合。大哥，汉宗，你叫他大哥？我认得大哥。汉宗，你为何要认他做大哥？大长老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汉宗，武道一途就是要争，要有无敌之心。你认他做大哥，就等于是自认不如他，这怎么可以？你现在拥有不屈骨，这天地间谁有资格做你的大哥呢？大长老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汉宗拥有不屈骨，未来前途无量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他大哥？让我们少族长做你的小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忽悠我汉族少族长做你小弟，其心可诛，该杀！少主，汉族灭否？放肆！灭我汉族，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竟敢大放厥！少主，灭否？若灭，瞬息可灭。这个刚才想动手，对我有杀意。还有这个，我观察他很久了，他刚才杀心最大。还有这个，他刚才一直盯着我的纳戒看。你这脑子不适合做汉族族长。此刻起，汉宗接手汉族，成为汉族的新族长，你有问题吗？公子，这只是一个误会。啥？大哥，汉宗，事情的原委你比谁都清楚，而你汉族人一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赶我们3人走，这事儿我倒不是很生气，因为最多算是个误会。但是当我们解释之后，你汉族人却依旧不依不饶，你觉得这应该吗？大哥，对不起。你既然还认我做大哥，那么这事情我自然也不好做得太绝。不过这汉族族长你怎么也得当，不然整个汉族除你之外我都要杀掉。我当。这汉族族长
你怎么也得当，不然整个汉族除你之外，我都要杀掉。我当。好，你汉族这些族人脑瓜子都不太行，你现在拥有不屈骨，他们必定会极为膨胀，这么下去他们必定会招惹大祸的。所以回去之后你要好好约束，莫让他们在外面招惹是非。好。好，带着他们回去吧。你现在还未完全适应着不屈骨，回去之后抓紧时间好好适应不屈骨。好的，大哥。大哥，刚才的事情，对不起。对我们来说，你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不会再生气了。好，改日来天不找我。好。我也要告辞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前辈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得到反骨。没有，更好。为何？既有无敌意，何须不屈骨？虚真战场如何了？还好。还好。莫要多想，当务之急是提升实力。好。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要去何处？藏神山。是一个什么地方啊？万界诸天，4大宇宙，曾经都出现过无数精彩绝艳的绝世强者，而他们在达到自己世界的巅峰之后，都会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向真宇宙的真神发起挑战。失败后，尸体都会被钉在藏神山，因此那个地方又被称之为藏神之地。而这一次，那里有一位绝世剑修要向真神发起挑战，你可去观看。藏神之地，绝世剑修。这次去有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入凡。好。你被阴神通缉，因此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现在起就叫阳关吧。太初神族所有族人皆已经被拿下，怎么处置？他们是举族叛变，还是有些人没有参与叛变？参与叛变的全部镇杀，未参与的可活。好。累不？我们的累来自于官宣宇宙自身，而小关他却要面对整个真宇宙。就目前而言，我们整体实力是要比真宇宙弱的，还是抓紧时间培养更多的强者。一直在培养，即使有仙宝阁全力支持，我们也比不过真宇宙。他们那里的制度比我们官选宇宙还要更加先进，特别是全民免费修炼，就这一项，每年他们都会培养出无数的天才与妖孽。除此之外，全民免费修炼更是可以飞速提升他们宇宙的整体实力。我研究过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般，是因为他们不断扩张，不断征服别的宇宙，因此内部没有什么矛盾。因为扩张带来的利益足够大，加上真神无敌的实力震慑，所以相比之下，他们内部比任何一个宇宙势力都要团结。有些事情也该让你们知道了。我们曾经调查过，真神一共创立了3支无敌的军队，一支是禁卫军，这支军队是无数年前真神创立的贴身禁卫军，由真宇宙最强大的剑修执剑者掌管。后来真神不知去向，这支禁卫军就一直镇守在真神殿。当年念念姑娘与小玄子他们就曾打到过真神殿，与这支军队交手过。结局如何？他们止步真神殿前，与这支军队一战，小玄子杀得疯魔血脉遍溢，小塔重伤，清玄剑沉睡，无边珠脑壳都被打掉了。然而即使如此，依旧没有能攻入真神殿。止步真神殿，两女眼中皆是有着一抹震惊。连人间剑主和穆天道他们都未能攻入真神殿，
可以想象，这支真神禁卫军是多么的可怕。除真神禁卫军外，还有2支军队，其中一支军队是诸神黄昏卫。这支军队一直负责镇压叛乱，据我所知，他们现在还在镇压3个超级宇宙，一个是盘古宇宙，一个是无间宇宙，还有一个是博天宇宙。这支军队的真实实力我们不知，因为没有与他们交手过。还有一支军队呢，远征军。远征军？这是一支负责征战全宇宙的军队，真宇宙大半地图都是他们打下来的。当年真宇宙的宇宙边界外，也就是无间宇宙，也是这支军队打下来的。而他们当时面对的是无间宇宙100万族。据真宇宙记载，那一战，这支军队独占100万族，最后杀掉了无间宇宙1万生灵。一战之后，无间宇宙元气大伤，再无法与真宇宙抗衡，只得臣服，苟延残喘。当时的无间宇宙有一位超级强者，名为青帝，年少成名，30岁便无敌世间，最后用了不到3年时间，斩杀无间宇宙之灵，一统无间宇宙100万族，创立青帝道统，然后被100万族尊为青帝。然而，即使是如此恐怖的绝世人物，在面对真宇宙真神时，依旧被震杀。然而，即使是如此恐怖的绝世人物，在面对真宇宙真神时，依旧被震杀。而那一战，不仅青帝被震杀，青帝统领的100万族也被远征军几乎屠尽。直到至今，无间宇宙的大地都是红色的。与你们说这些，是希望你们能正视真宇宙，而我们官宣宇宙与真宇宙之间，肯定还有无数场硬仗要打。小玄子曾说过，这场仗
官选宇宙会一直打下去，一代人打不完，那就下一代继续打，直到杨家再无后来人。扛得住吗？扛得住。知道吗？师父此话是何意？真宇宙来的人越来越强，再这么打下去，你会死的。师父，我与叶关哥是兄弟，这个时候他需要时间，我这个当兄弟的不站出来，谁站出来？唉，你会死的。真宇宙真正的天才妖孽还没有下来，你……在我心中，他不是官选宇宙的少主，而是我叶家的世子，是我叶青的兄弟。若我真战死此地，我也无悔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神灵少年突然出现在叶晴面前100丈外。叶关在何处？想要挑战我叶关哥，得先杀了我才行。来战！就是一死吗？我叶晴何惧之？我们这边年轻的一代，整体实力还是有些不如真宇宙，老一辈的实力也是有些不如。我们这边年轻的一代，整体实力还是有些不如真宇宙，老一辈的实力也是有些不如。年轻一代暂时不知道，但老一辈，我们官选宇宙可不差他们真宇宙。如今杨族全族出世，镇守苍穹，而少主的那些姑姑也已经在赶回来途中。还记得之前那安王叫来的神秘军队被一位绝世剑修拦住的事不？是何人？我打听过，就是他姑姑之一。对方没有现身，只是守在暗中。为何不现身？他们这些人只打绝世强者，一般神灵他们根本不感兴趣。这次杨族之所以急着出现，是因为杨族内部的问题，他们想要让少主认祖归宗。杨家人却姓叶，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。而且我们还有最大的一个底牌，3剑。当年那一战他们都没有出手，这一次他们会出手吗？当年那一战不出手，是为了让院长破神，而即使如此，在院长重伤时，那位天命姑娘都差点忍不住出手，直接葬灭所有。因为院长当年制止，这才强忍住滔天杀意，没有出手。因杀意太深，又不得出手，自此一身素裙变血红。月皇沉默，那一次确实差点大家一起玩完了呀。这一次，那位逍遥剑修我不敢说，但青山剑主与素裙女子，一个是这少主的亲爷爷，一个是这少主的亲姑姑。若是这少主真的被群殴至绝境，你认为他们真的不会出手吗？人家是放羊，不是放牛。真到关键时刻，你欺人太甚，你看他们打不打你？在我看来，不管是院长还是这少主，他们这一生的过程肯定是难的，但结局一定是好的。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，能做的就是站好队。前辈，这是天妖界的天蓬妖，负责镇守此界，防止有人来救走这里的那些强者尸体。这里被镇压了许多强者的尸骸，而他们的后代都想来把他们先走的尸体带回去，而真宇宙自然是不允许的，因此就派了那头天蓬妖来镇守这里。原来如此。去山脉。去做什么？去找好处，自己找。有问题吗？可以给点提示吗？去骗他们的传承。快去，不然我打你了。好。
你是不是想过投降？你可别瞎说，只要三剑在，我永远效忠杨家。若是不在了呢？我能施展抱负，全靠人间剑主的信任。若三剑不在了，我也只能以死报恩而已。投降？真要我去向真宇宙下跪求活，那我如何对得起3000万年来我鼓足战死的那些人？他们许多人的尸体至今都还被挂在震天门呢。希望有一天少主能够把他们带回来。大爷，这个传承怎么骗呢？见到强者，展现你的天赋，然后问他们要传承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都会把传承给你，然后让你帮忙做点事情。这事情你可做可不做，反正你爹都是……我爹骗人家传承？小塔不说话了。现在的小主已今非昔比呀，说他坏话，他能感应到的。太爷是越来越谨慎了。太爷，帮我隐匿气息。不能。为何？你要学会独立。先祖，子孙给您磕头了。如果您还有口气，显显灵可好？小友，聊聊。聊什么？小友之天赋，好生可怕。前辈，你想聊什么？你走吧。叶关愣住。原本是想让小友继承我传承，但当看到小友天赋后，我知道小友怕是看不上我的传承。打扰了。前辈，告辞。先祖，你为何不将传承给我？我难道比他差吗？他不过是天法境，我不服，不服！站住！让你站住！是没有听。现在的年轻人戾气太重了，一个不顺都是没有经历过江湖的毒打吗？你竟敢打我！你可知我是谁？家父来。大哥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呢？你说错在哪儿就错在哪儿，你说了算。年轻人，不要那么大戾气和火气。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又没有什么法律道德约束，脾气太大容易被人家收拾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见到叶关离去，少年顿时松了一口气。这个男人太可怕了，刚才他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要不要报复他？算了吧。为何？这大哥实力太强，如此年轻就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，来历肯定不简单。我们家族不一定能打得过人家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先祖，我走了。等等，跟上他，与他结交，认他做大哥。少年愣住，这是改变你命运的时候。先祖，这不太好吧？那大兄弟虽然厉害，但我这么上去强行结交，我拉不下脸啊！而且我可是咱们私家的少爷，这么下去认大哥，那我们私家的脸面……你这天赋实在是太拉胯了，想要成为家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而在修炼一道上，你根本没有太大的前途，所以你想要有一番成就，就必须要借力。那少年就是你的机会。至于脸，知道世间为何有那么多的普通人吗？因为没有实力，又还要脸。先祖，我的天赋真的那么差劲吗？你祖宗都看不上你，你觉得呢？少年沉默，这句话太他妈扎心了。先祖，我听你的，今日起，我司通天这脸不要了。大哥，等等我！我以为你要杀他。太爷，你为何会这么想？我为何这么想？因为你爹跟你爷爷经常干这种事情。其实那句话是对他说的，也是对我自己说的。这世界本就是强者为尊，出门在外，做人还是要低调一点。为何
这个想法？在那个少年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。看到了你自己？我年少成名，父母又是人间剑主和仙宝阁的阁主，如今更是登位，成为官宣宇宙的王。说实话，内心之中难免滋生膨胀之心，而人一旦膨胀，必招祸事。那膨胀的少年警醒了我自己，权力、金钱都容易使人膨胀，而如今我两者皆有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更应该时刻约束自己。可剑修修的是心，你约束自己等于约束自己的心，如此一来，对你的剑道修行可不是一件好事。我约束的是自己坏的一面，比如这邪恶之心、膨胀之心，这又怎么会是一件坏事呢？而且剑修不代表就一定要随心所欲、为所欲为，一念不顺便杀人，确实是痛快。可当自身实力没有那么强大时，也这般做，那结果就是麻烦与仇人源源不断的。就如方才我遇到那位少年，我大可一剑杀了他，毕竟他不是我的对手。可是杀了他，他的家族必定会来报复我。当然，我爹是人间剑主，我娘是亲阁主，我们肯定是不怕他们。但是如此下去，我就会产生依赖之心，做任何事情都会认为有父母撑着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，反正有父母托底。而长此下去，自己的依赖之心就会越来越重，认不清自己。你能如此想，极好。我若有素群姑姑那种实力，我也可以为所欲为，但可惜我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就要低调一点。年轻人实力不行，脾气就不要那么大，实力没有，脾气又大，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。你说的这些是你方才看到那膨胀的少年感悟的吗？那少年家世肯定也不简单，所以才会如此膨胀，目中无人。其实我也是如此，自从之前与真宇宙一战之后，现在的我甚至觉得神帝也就那样。我为何如此膨胀啊？因为我身后有父辈们在撑着。可如果没有他们，让我单独面对一位神帝呢，我肯定会被吊起来的，连还手之力都没有的那种。修行就是修心，修自身，灭自己恶念，保持本心。而这条修心路最难，如逆水行舟，如履薄冰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。因此你能够在这种时候还如此清醒，这是极为难得的。要保持，以后你修心境时会轻松许多许多。修心境，一种我自创的境界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到时候我教你，你可愿意学？当然。你要教他了吗？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心境吗？什么心境？他现在这种已经进入心境范畴。我原本以为他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进入这种层次，但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能够有所感悟，进入这种心境层次，真的是太妖孽了。嘿，也不看看是谁带出来的娃。他这种能够时刻自我反省的能力，真的是太适合修我心道了。可他已经修炼了剑道，而且还修武道，再加个心道有问题吗？有事吗？大哥，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是的，先前小弟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大哥，还请大哥原谅。小事。大哥，你是第一次来此地吧？是的。我对这里熟，我可以给大哥你带路。你叫什么？司通天，元界司族的。叶关微微点头。大哥，你要去何处啊？最深处。最深处？大哥，你可是为了那永恒剑主的传承而来。永恒剑主？是的，不久前那永恒剑主曾传话出来，希望找到一位传承者继承他的剑道传承，因此这段时间有很多剑修来这里，想要得到这永恒剑主的传承。永恒剑主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万界排名第一的是永恒界，而永恒剑主就来自永恒界，是永恒界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剑修，也是最强的剑修。死了？
没有，他与别的强者不同，他还没死，他是自己主动进来这个地方的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安前辈让自己找的那个剑修，应该就是这永恒剑主。大哥，你是要去找这永恒剑主？是的，我带你去。好。石藏还未到吗？我很差吗？不差。就因为我是女子，所以不能继承永恒剑宗。他更合适。不管我如何努力，都得不到你的认可。你天赋不比你哥哥弱，你也比他更努力，但你一生要强，性格太强势。我在时可保你平安，我若不在，你这般性格必招惹无数是非，甚至招惹大祸，连累永恒剑宗。前辈，你认识永恒剑主？认识。强不？你等等就会知道了。好。你过来。前辈，可有师傅？有。可愿换个师傅？换个师傅？什么鬼？这永恒剑主挖墙脚，自己这大哥猛啊！不仅被自家先祖看中，还被这位永恒剑主大佬看中，这必是一位绝世妖孽。谢前辈厚爱，但我无意换师傅。大哥，这位可是永恒剑主啊！你师傅是？素群天命。永恒剑主眼中闪过一抹疑惑，这名他未曾听过，还想问什么，但转念一想，宇宙这般大，有些强大且低调的剑修正常的很。永恒剑主再次看了一眼叶关，神色复杂。未曾想到在这个时候见到一位如此年轻的大剑帝，而且还是剑意大圆满大剑帝，也就是说离入凡只差一步了，而且体内蕴藏武士，这是一位剑武双修的绝世天才，太可惜了。等你许久了。师祖，今日起，你便是永恒剑宗宗主，好好守护永恒剑宗。当年我就该选择陪你一起的，不好意思让你等了这么久。这永恒剑主终于要踏出那一步了。什么？今日战真神。此刻叶关明白了，安前辈让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剑道传承，而是为了让他观看这惊世一战。想到这里，叶关也是期待起来，这必是一场绝世大战，自己若是有幸观看到，必能有所悟。真神，来一战！挑战真神，现在的你也配？当年那一战，在你妻子陨落的那一刻，你若是敢出剑，真神或许还会高看你一眼。现在，你没有资格挑战真神。战！喂，你在搞什么？这是人家的战场，你上什么呀？被塔爷一声怒喝，叶关顿时清醒了一些。妈的，上头了！这下怎么办呢？上肯定要被打死，不上，哎呀，这气氛都到了，这不上脸面挂不住啊！妈的，不管了，先干了再说。于是塔爷先扛9成，我扛1成。塔爷，我们一起上！操！你个大坑货！你个小王八蛋！你不是人！你比你爹还坏！
当年那一战，在你妻子陨落的那一刻，你若是敢出剑，真神或许还会高看你一眼。现在，你没有资格挑战真神。也好，执剑人早就想与你一战了。某处地面上，已是灵魂体的夜观躺在地面上，而他身旁还有一座小塔。此刻的夜观灵魂极其虚弱，虽然刚才是塔爷扛在前面，但是他也承受了极大力量啊，差点就玩完了。就在这时，那司通天突然冲到夜观面前，当看到夜观惨状时，他顿时愣在原地。这大哥还有救吗？司通天看了一眼夜观的纳戒和小塔，有些犹豫。趁火打劫，这事儿他自然是不会做。开玩笑，这大哥可是自己先祖和永恒剑主都看中的人，肯定不是一般人呢。打劫也得分对象啊。就在这时，夜观突然缓缓睁开双眼。大哥，你醒了？我还活着。还活着？太爷，你没事吧？太爷，太爷，你不要死啊！见到塔爷还是没有动静，夜观真的有些着急了。因为刚才那一战，塔爷就顶在前面扛下了所有，太能顶了。这时，安南静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。前辈，塔爷他还没死。闻言，夜观顿时松了一口气。肉身没了。夜观点头。先修复肉身。好。那永恒剑主如何了？死了。真神杀的吗？是那执剑人杀的。执剑人？他没有想到，这执剑人的实力竟然如此的强大，真的太恐怖了。此刻想起那一剑，他都心有余悸。不过更多的是兴奋，因为他发现，他现在想起那一剑没有恐惧，就是有点苦了塔爷了。方才为何出手？因为我发现我内心之中滋生恐惧，所以你出手。那一剑很强，不是我现在能够抵抗的。我若是不出剑，我将永远活在那一剑之下，它会成为我的梦魇。可你出那一剑会死。我知道，但是不出那一剑，我会生不如死。那道剑是想要我臣服跪下，我想要活很简单，臣服跪下趴在地上就可以。但是我不会，我觉得做人很多时候可以怂，也可以哭，甚至可以死，但是不可以没有骨气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样会选择战。你要战，下次能不能别带上我？太爷，你没事了。哼，死不了。我就知道，以塔爷的实力，区区一位执剑人，怎么可能奈何得了你呀？你不要拍我马屁啊！你塔爷我活了那么多年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前辈，你带我来此地，就是想让我看看永恒剑主和真神一战。走，去最后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万界诸天城。万界诸天城？去打诸天宝，打到第一。打到第一，有什么好处吗？你想不想多娶一个媳妇？这是什么话呀？打到第一，我与你爷爷帮你想办法，让你多娶一个媳妇。前辈，这个事情打不打看你。现在起，我不再跟着你。你娘留给你的那36个人，我也已经让他们回虚真神殿。打到第一，就回来观选宇宙。
前辈，我已经有小家了，这媳妇儿的事情……那你希望那位季玄姑娘嫁给别人不？还有那位芊芊姑娘，你希望她们嫁给别的男子不？希望不？太爷，你说句话呀！嘿，我跟你说个屁呀！你个王八蛋，一有搞不定的事儿就想到你塔爷我他妈是塔，不是锅，动不动就让老子背锅。打不打看你，若是不打，那现在就回去观选宇宙；若是打，我只给你1个月时间，1个月没打到第1，我就收回刚才的话。太爷，你怎么看？什么我怎么看？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决定。我听太爷你的。小塔，我怎么感觉以后你会成为他的专属背锅塔？时空隧道内，司通天打量着夜观，眼中充满了好奇。大哥，你真的只是小捷径？大哥，你境界会不会太低了？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只是这诸天榜真的很难打。很难打？是的。你与我说说这诸天榜。诸天榜是万界诸天含金量最高的一个榜，只有10个名额，能上榜者都是万界诸天最妖孽的超级天才。万界诸天很可怕的，想我原界亿万生灵，然而却没有1个人能够打上这诸天榜的。诸天榜是谁创立的？万界诸天城创立的。这万界诸天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不属于任何一个诸天宇世界，而这座城的创始人非常非常厉害，叫真无我，于3000大道外再开一道，独创无我道。听说当年曾以一己之力战过真宇宙的真神禁卫军。打过真宇宙？是的，不仅如此，他还与真宇宙的执剑者于暗界时空内大战1个月之久，结果不知道，只知道那一战之后，他创立万界诸天城，而也是至那之后，真宇宙的神灵再未踏足过万界诸天城。执剑者，这位真无我的实力他不清楚，但是那执剑者的实力他之前可是刚领教过，仅仅一剑就强大到让人绝望了。前辈，你认识这位真无我吗？认识。可以说说吗？他还有一个外号叫望无敌，是一个……你还是先打榜吧，打到第1有机会获得他的传承，别人的传承你可以不要，但如果有机会得到他的传承，你一定要。为何？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没多久，司通天带着夜观出现在原界。大哥，我们去仙宝阁。仙宝阁？是啊，你没听说过吗？这里也有仙宝阁？当然有，这仙宝阁可是万界诸天第1商会。哎，你知道观选宇宙不？当然知道。这观选宇宙可是4大宇宙之一，非常牛逼的。他们那位人间剑主是唯一一位杀入过真宇宙的绝世强者。听说当年人间剑主屠了100万神灵，全身血红，那杀意充斥着整个真宇宙，万年都没有散。啊，真是个牛逼的人物啊！夜观看了一眼司通天，对这小伙子的好感一下子提升了许多。哎，大哥，你来自什么地方？观选宇宙。啊？你来自观选宇宙？是的。难怪大哥你如此妖孽，竟然是来自4大宇宙之一的观选宇宙。你们好像很尊敬人间剑主啊。当然，如今全宇宙提起这位人间剑主，谁心中不得升起一丝敬意？要知道，观选宇宙可是万象诸天加上4大宇宙之中唯一一个到现在都不用交保护费的，并且也是唯一一个到现在都还敢明着对抗真宇宙的宇宙。大哥，不得不说，你们观选宇宙是真的有种。你是不知道，许多年前你们观选宇宙与真宇宙发生大战，你们观选宇宙一声号召，在外的所有观选宇宙强者没有任何迟疑，全部都在1天之内赶回了观选宇宙死战。你们那边真的很团结。我之前听说
官选宇宙出现了一位少年天才，名为叶关，是人间剑主的后人。大哥，你听过没？听过。此人如何？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天赋属于严重超标那种。不愧是人间剑主后人。大哥，我们到了。这万界诸天都有仙宝阁吗？是的，万界诸天都有仙宝阁。大哥，待会儿你别说话，我在这里还算有点面子。待会儿我去与那位李管事说说，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些折扣的。